人怎么也没想到，只是某个普通的阴间时间，轮回骑士就迎来最后一击。安德真心向敌军提问：“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搞成食尸鬼的样子？”芬杰斯顿时想起被这家伙外貌支配的恐惧。安德像是想起什么般向敌军道歉：“难道你妈妈就是个食尸鬼吗？”闻听此言，敌军瞬间破防。这种话就连神都会震怒。刚被挑衅的德鲁豁然开朗，毕竟顶着那种丑脸的家伙，恐怕也是处男。麦格就知道他其实很在意这个，恼羞成怒的敌军要砍了口无遮拦的家伙。现在只要用压倒性的实力赢过他，就能提升士气。可安德却被疯子队员们拦住，毕竟他的伤应该还没好。贸然动手对奥丁不好，不过是那种小喽啰。雷姆让老妖去杀了他。德鲁的人生一直为加德诺家族而活，别无他求，也无愧于心。刚却莫名其妙因为是处男遭到嘲笑，难道是因为敌军出声挑衅？德鲁要把他那张丑陋的嘴脸撕碎。阿兹本派出挑衅的士兵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兵，马克思明白没那么容易赢过他们。雷姆倒是看那小子挺有韧劲的。德鲁不管遇到怎样的苦难，或是遭遇何种逆境，都始终为了梦想奋力向前。比起他的这种决心，敌军还是太弱了。麦格知道德鲁大人原本也是个充满天赋的人，只是被周围非凡的人遮住了光芒。那乌离军都在为砍掉食尸鬼脑袋的家伙欢呼。这么一看，安德感觉德鲁也是不折不扣的疯子小队一员。事情按照克拉伊斯的预计，队长没有亲自出战，但得到的效果更好。马克思明白，就是现在。都给我上，把阿斯本军的队列打乱。话音未落，那乌里提前埋伏的边防部队便从阿斯本军侧边冲出，趁敌军被突然袭击乱了阵脚，马克思指挥工兵队射箭，局势瞬间发生逆转。就算阿斯本搞一些不入流的手段也没用，战场上始终有个不变的真理：赢家终归属于更能打的人。挥口中队长向指挥官大人示意，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应该慢慢抽身了。击退敌军的那乌里军们爆发阵阵欢呼。克拉伊斯却感到奇怪，即便阿斯本军处于劣势，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退兵吧。马克思也敏锐感到不对劲，于是没有下令乘胜追击。阿兹本的家伙肯定是在打什么算盘。傍晚，阿兹本军高层展开会议，灰狗中队长传话完毕，那些家伙正在远离军营的地方待命。指挥官对那无离的老手段嗤之以鼻。阿兹本的阿布奈尔大人的策略可不一样，少数精锐可以左右战场的胜负，已经是由骑士证明的事实。但阿布奈尔明白，少数的精锐并不一定就得是骑士，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阿兹本的。从战场上回来已经过了2天，原本克拉伊斯以为很快就会进入下一场战斗，现在却如暴风雨前夜般平静。为了防止阿斯本再次使用咒术，大队长已经做了准备，侦察队也投入2倍人手，却始终没有发现疑点。克拉伊斯猜不到阿斯本的家伙在想些什么，还有这些在战争中还一副天下太平样子的家伙。这时精灵中队长到来，询问安德已经可以开始活动了吗？时间过了挺久，即使伤口恢复也不会显得可疑，是时候重新开始对练了。上次拉格纳因为队长受伤手下留情，今天就不必如此了。拉格纳的剑法一向干净利落，甚至有一种美感在。与之相比，安德的剑法不仅粗糙，还不够规整，但这也是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是他至今吸收了所有技术。借扬起的泥土甩向拉格纳，这种不规则的剑法，拉格纳隐约记得是叫芭蕾式佣兵剑，不过他显然记错了，这是拉格纳交给安德的重剑。如今安德有了新的可能性，从腰间拔出另一把剑，灵活刺向拉格纳。突然的双剑不免令拉格纳感到意外，这便是安德决心开拓的道路。雷姆在一旁急得咬手指，杰森不太喜欢出头，但也好想跟队长对练一次，不然他惊觉这一点都不像自己，得冷静一点。奥丁已经在想给队长加大训练量，看着笑出声的奥丁，克拉伊斯怀疑他精神有问题。精灵中队长看这些家伙就像是群急不可耐的孩子，那个懒惰的士兵也只有在这时会表现出干劲。安德身上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如果可以的话，精灵中队长也想拿奈德剑跟他对练一番。可雷姆已经快忍不了了，即使精灵中队长插队也要被砍。安德能看出这群疯子直到现在也没有在对练时使出全力，但他们是真的想要赢过安德，这是安德从高草原回来时希望他们可以对自己露出的表情，所以还是别斗嘴浪费时间了。在跟所有人较量完之前，安德是不会累的。对练一直持续到傍晚，安德差点累瘫在床上，来不及洗澡，他便沉沉进入梦乡。这次并没有出现那个船夫或是花田，一只鸟妖从头顶掠过。安德想起这是自己以前在佣兵团时跟鸟妖战斗的那一天，佣兵团这群善良的人毫无偏见地接受了安德这个因实力不足四处漂泊的人。除了那个阴险的家伙，他是佣兵团里最强的存在，却用自己的实力残忍杀害了同伴们。只因他收到了更好的橄榄枝，所以就要清理掉凡人的累赘。看着他朝自己的同伴吐口水，忍无可忍的安德悍然出击。可他那时的力量过于弱小，以至于敌人都不屑于杀他。毕竟就算安德活着，也什么都做不了。眼睁睁看着同伴死在自己面前，的确很痛苦。但比那个还要折磨安德的，是在敌人肮脏的怜悯之下勾活的自己。为了所谓报仇付出自己的人生，才是真的着了那家伙的道。所以安德把失去同伴的悲伤深埋心底，不断为了梦想而前进。可是如果真的拥有了能力，当再遇这个心魔，安德一定要杀了他。不过这是毫无用处的噩梦。埃斯特让安德清醒一点，在后方阵地，埃斯特使出全力吸收安德的疲劳之后，在安德真正面临生命危险时，埃斯特就累到什么都做不了，他不会再重复一样的失误。
战争号角再度吹响，大家迅速收拾好，准备出战。安德想起最后在梦里听到的那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埃斯特。这次阿斯本准备了这么久，雷姆总感觉今天的情况会很有趣。果然不出所料，一尊庞然大物出现在战场，纳乌离军工兵队立刻放箭。可这在巨人看来无异于挠痒痒，只是随意挥动武器，说明纳乌离军便身首异处。如此强大的力量令纳乌离军噤若寒蝉。安德知道，居住在大陆上的除了人类以外的种族，蛙人深陷梦与欲望不能自拔，精灵崇拜自然，矮人痴迷于锻造武器，兽人将繁衍后代视作首要任务，龙人则独行于这人世间，而巨人则沉迷于杀戮，亦被称作赤血恶魔。杰森判断阿斯本军正在从两面夹击，敌人同时从左右侧渗透进来，如果正面的巨人挡不住，那被包围的纳乌离军必死无疑。安德面色平静道：“挡住不就行了？”克拉伊斯疑惑队长怎么这么冷静。精灵中队长认同安德的话，左边的敌人好像是我的同族，我来上，你不吻我一下，祝我好运吗？安德没想到精灵中队长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开玩笑，剩下的就是正面的巨人和右侧的敌人。雷姆趁着机会给队长示范一下，看清楚了队长，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学的东西。原本雷姆即便没有野兽心脏，也不会因为飞来的斧头眨眼，他执意学习和锻炼野兽的心脏，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用处，心跳的比平时更快，全身的血液都在奔涌，血脉喷张，肌肉膨胀，密度骤变，由心脏蔓延开如术法般的能力，让雷姆浑身力量倍增，就连巨人的力量也不够看。这就是怪力心脏，可是雷姆的斧头不够硬，被强悍的力量崩断。不过没关系，雷姆的身形也无比灵活，踩着巨人的膝盖一跃而起，用斧头狠狠砍进巨人太阳穴。吃痛的巨人怒吼着反击，雷姆看这些武器真是个顶个的垃圾。这时从后方射来一根长矛，那乌离军当然希望疯子能赢。雷姆头一次觉得这些家伙顺眼，源源不断的武器扔向雷姆，他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巨人，这是人类不可能使出的怪力。安德很兴奋，这就是自己下一阶段要学的东西吗？热闹看到这也差不多了，现在只要把右边的家伙击退，就能彻底打破阿兹本的阴谋。其他队员都已出战，感到无聊的拉格纳打算跟着队长看看新技术带来的澎湃，只能先埋在心底。当务之急是在这场战斗中获胜。此时本杰斯正因救手下而身受重伤，敌军戏谑称赞，真是令人感动啊！可这实力又能撑多久呢？眼看敌军的剑即将斩下，安德及时出现将其挡开，敌军熟悉的脸却令他一愣。敌军坏笑着问安德：“这么久不见，你不会连朋友的名字都忘了吧？”不得不屈服于那个垃圾的时候，安德应该不敢反驳他说是朋友的话，但现在不一样了。比起欺骗同伴、杀害他们的家伙，安德更愿意把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救下同伴的人称为朋友。安德当然记得敌军的名字，应该是叫畜生没错吧？敌军没想到一无是处的废物竟敢如此嚣张。之前分开的时候，安德有件事没来得及做，那就是为朋友报仇。报仇一死，令敌军嗤之以鼻，畜生的手下合力也打不过他，所以认为区区一个士兵不可能是团长的对手。拉格纳看这些人的姿势是杀剑，那是完全享受杀戮乐趣的剑术。畜生认为安德沉迷于复仇无法自拔的时候，自己一直都在进步，只要赢了这场战争，阿斯本就会给他贵族爵位。安德却始终波澜不惊的样子，从前畜生就十分讨厌这晦气的眼神，他的剑像锥子一样尖锐，还能弯曲。安德判断这是东方式奇剑，过去屈辱的一幕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是时候做个了结了。畜生的出剑方向无法预测，但安德已经跟拉格纳学习过要怎么应对奇剑，只要握住剑一往无前就好，无论对手用杀剑让自己变得多强，如果不走正道，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有限的。有一点畜生搞错了，他没那么了不起，足以让安德当成人生目标。眼睁睁看着同伴死去的那个安德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这种程度的家伙没资格成为安德的噩梦。虽然听不到死人的回答，但安德希望真能回报那些朋友为自己做的一切。既然队长已经热完身，那拉格纳也要来活动活动。敌军嗤笑哪来的小喽啰，怎么仅靠几步就移动到占据优势的位置，然后用干净利落的剑法解决掉了敌手。安德再一次深切感觉到队员们的强大，见势不妙的敌军一拥而上，拉格纳让队长仔细看好了，这就是未来你要走的路。这是足以让安德瞬间想到强力的、充满压迫感且干净利落的剑法。拉格纳想了很久要给这技术起什么名字，现在他决定叫这一剑为切断。阿斯本军本以为有巨人盟友将所向披靡，可意外很快出现。阿斯本军怎么也想不通，那屋里怎么也会有巨人呢？从现在开始，奥丁给阿斯本军活命的时间。随即他开始倒数5秒，阿斯本军立刻列阵突击。今天奥丁决定接受前身的召唤，将一些人送回到上帝身边。奥丁狂笑着嘶吼：“快到上帝的怀抱里来吧，弟兄们！”封闭森林里聚在一起生活是精灵的传统，但随着时代发展，他们也有了些变化。部分精灵用奈德或金钱交换，成为佣兵或者进入了军队。若是精灵中队长现在逃跑，敌方精灵不会去追杀。刚好精灵中队长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来看看是敌方精灵的真剑尼德，还是精灵中队长的夜剑奈德，孰强孰弱吧。
精灵族的武器但没有优劣之分，只跟使用者的实力相关。敌方精灵挡开精灵中队长的奈德剑，趁机抓住精灵中队长，本想呼唤其他精灵一起上，可他们却在瞬息间被刺杀。杰森默然擦拭着短剑，敌方精灵吸引注意力的战术本身不错，可惜他没料到还有杰森这种强者。精灵中队长有些疑惑，可以放你队长一个人在那吗？杰森冷冷道，如果他会在区区这种战斗中死掉，那估计早就要死好几百遍。战局逐渐扭转过来，马克思跟之前那个像发芽土豆的大队长不一样，很懂得用兵打仗，他不会放弃这样大好的机会，当机立断指挥乌龟重甲步兵前进。阿斯本军北下后撤，德鲁才不会放任他们逃跑。没做过的疯子德鲁在战场上已经略有名气，他要把说自己是处男的家伙杀得一干二净。麦格竟然在德鲁大人身上看到了雷姆的影子，果然是近墨者黑。听说春风总会有神奇的魔力，现在这片战场上好像也吹来了那样的春风，预示着新开始的春风。阿斯本指挥官已经逃走，马克思立刻指挥边防部队进行追杀，敌人准备的后手被突破，战局才得到逆转。马克思明白多亏了那个疯子小队，克拉伊斯知道如果是以前的疯子们绝不会如此积极应战，这都归功于队长的影响力。看来大家都沉醉在春风带来的魔力之中。马克思命全军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功臣欢呼吧，一时间疯子的名号响彻战场。虽然克拉伊斯感觉这个欢呼声有点奇怪，但是队长开心就好。轮回骑士的更新告一段落，虽然是韩漫，但在国内有正版收购，所以有版权限制。下本漫画我们再见吧。